享一些关于孩子成长中和家庭关系的一些琐事。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你有没有经常被你的孩子问到一些关于他的身体变化的一些问题呢？尤其是孩子到了青春期，他会经常的问你说，为什么我的身体会是这样的？孩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女孩子会怀孕？那我怀孕以后又该怎么办呢？当你被孩子问到这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那你是觉得尴尬，还是逃避，还是要坐下来跟他谈一谈呢？那我相信很多家长都会有这一些的困惑吧。孩子到了青春期，由于男女生理结构的一些特性，他们会慢慢的发现自己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突然的变化令孩子们感到好奇又不知所措，所以我们做家长的提前告诉孩子他们的身体即将发生的变化，如何去正确的看待性和爱这两件不同的事情。这个时期的孩子由于身体荷尔蒙的作用，他们会有性冲动，所以性的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孩子如果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当他们身体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困惑和紧张，甚至去做一些违背他人意愿的事。和孩子谈论性这个问题呢，很多家长觉得难以启齿，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些事情长大了自然会懂，或者希望孩子长大了再进行教育。其实这样的想法呢是需要转变的。孩子的性教育可以从很小的年龄开始，比如幼儿园或者小学，就可以开始通过一些恰当的方式进行性教育。很久以来呢，很多人认为性教育只是一个性生理教育。其实性教育呢，包括一些信息的传达、价值观、态度和社会规范的一些教育，人际关系技能的培养，以及鼓励孩子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尊重、宽容和同情他人等等。了解性方面的知识呢，不但能帮助孩子坦然地接受他们生理和心理的一些变化，而且能够懂得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和情感，保护自己免于受到伤害，更能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跟孩子谈性是必须的，那么我们如何谈？什么时候谈？当我们觉得不好意思说的时候，那我们又怎么办呢？现在的科技和网络都很发达，那么孩子们接受的很多信息的渠道也相当的多。孩子们在电视或电影上早已经看过一些亲密的镜头，就连动物世界这样的节目呢，也经常会提到动物的一些性的知识。所以呢，不要等到时机成熟或者是青春期呢，才来能跟孩子谈性。而是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呢，你就要把握机会。当孩子问你说孩子是从哪里来的，或者是为什么女孩子会坐着尿尿而男孩子要站着这一类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跟他们谈一些性。在澳洲呢，一般的学校会从3年级到4年级开始给孩子进行一些生理的常识和性的教育课。私校呢，一般在孩子上课之前，通常老师会开一个家长会，告诉家长这些课程的计划，包括他要上课的内容，提到的词语和所要用到的一些道具等等。那么家长心里会有一些准备，可能这段时间你孩子回家会问一系列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通校呢，会让孩子们在一起观看一些科学片，来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其实当孩子回家问到这一类的话题的时候，你可以用平常跟他说话的方式继续这一类的话题。我记得我有一次在被孩子问到说这个 sex 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正好在清洗那个浴室，所以我就是一边说一边跟他聊一些这一类的话题，所以我们是在非常轻松的环境中结束这个话题的。我觉得比较不合适的几种态度呢，一个就是回避当孩子问到你这一类的问题的时候，你什么都说不知道，但是你要想一下，如果你不回答他的话，他就会去找别的渠道去了解。第二种呢，我觉得是不懂装懂，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反而会让孩子误入歧途。还有一种呢，千万不要跟孩子说的是今天我们好好坐下来谈一谈这个话题，这样呢，你的孩子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光彩的听起来有点压力。生活在一个信息开放的时代，即使我们不是正面的去引导孩子理解和接受性知识，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也会想方设法去探寻未知的答案。
如果我们总是遮遮掩掩，那么孩子对这些东西更加好奇。当孩子完全靠自己去摸索的时候，难免会给孩子造成不必要的伤害，甚至还会让孩子误入歧途。在这个和孩子互动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应该让孩子知道性和爱是有区别的。性是一种生理需要，而爱是情感升华以后的一种情感的表达。当他们开始懂得这些道理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当他们进行性行为的时候，首先的意识就是要保护自己，其次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会尊重对方的感受和为之承担的一些责任。好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希望我的视频会对你带来一些启发。如果你和我有一样或不一样的想法，欢迎你在下方和我留言讨论。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转发，最好是按下小铃铛，那么你就不会错过我下期精彩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